今天这期我们首先聊一下当前美股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对冲风险，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投资美债相关的资产，来规避未来一段时间的风险期。正片开始之前，留2秒钟给大家点赞关注一波，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聊到 Trump 短期的政策有可能造成劳动力紧张和关税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以及市场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政策时的短期波动加大。同时，一些预警指标已经到了临界点，包括垃圾债对美债利差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美国10年期国债逼近 4.5% 的估值压力触发点。另外，日本的加息预期还可能带来 carry trade unwind 的风险。多方面不确定性在上升，所以在当下这个时间点，考虑逐步加大债券类资产投资比例，对冲美股的未来可能的风险是很有必要的。节目中用的图表和链接查询方式，我会放在说明里面，感兴趣的交易员可以点进去用。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降息周期 TLT 或者是债券价格会上升，升息周期债券价格会下跌，这句话是不对的。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上升和下跌只能影响短期债券的利率水平，10年期及以上长期国债利率主要决定于通胀预期、经济增长预期和长债发行量，和联储的基准利率关系并不大。最近的例子就很清楚，虽然美联储已经降息了2次，一共75个基点，但是 TLT 反而是下跌的。开启降息后，长期美债利率不但没下降，反而还在上升。一方面，这次美联储降息的原因并不是经济硬着陆；另一方面，主要和长期美债发行量预期增加有关。这个在上一期视频说过。所以，我们去做美债投资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理解各种债券类标的背后的运作机制，就去投资的话，完全可能会选择一个错误的标的，或者无法完全对冲美股风险。所以，通过今天这一期视频，对各种类型的美债投资运作机制进行风险分析，把美债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投资美债的方式，用一期内容讲透彻，帮助大家低风险投资美债，对冲未来一段时间股市波动。这张图上我拉了将近20年 TLT 的走势和标普走势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总体上2022年以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总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所以大多数时间 TLT 和标普走势实际上是同向的。TLT 确实可以在某些时段对冲股市下跌的风险，但并不一定每次都可以。08年金融危机和20年 COVID 这种突发性的重大冲击时，长期美债收益率快速下降，这2个时段 TLT 确实可以比较好的对冲股市下跌的风险。但是在最近美联储这一轮加息周期当中，大家看到 TLT 的价格和美股都是下跌的，甚至 TLT 的跌幅还大于美股，这个时候去用 TLT 对冲风险就完全是错误的。所以投资 TLT 这种永不到期的债券 ETF 就不得不考虑到久期的风险。这里简单用实例解释一下久期这个投资债券绕不开的概念。我们不会介绍久期、修正久期、突性相关的复杂计算，只说明清楚普通投资者需要了解到的程度。比如说一个5年期的国债，票面利息是 5%，那么每年会定期支付 5% 的利息，到第5年还本付息。这样的话，这个5年期 5% 票息的国债，我们收回原始投资成本的估算时间就是它的久期。比如这个例子当中，它的久期大约在 4.6， 除非它是无息债券，是不会到5的。因为在计算久期的时候，都要把到期收益率通过市场利率折现到现值，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要记住久期越短，对利率的敏感性越低，久期越长，对利率的敏感性越高。久期是 4.6 的债券，如果市场利率变动 1%， 那么债券交易价格大约反向波动 4.6%。同样还是5年期票息 5% 的债券，债券发行当年债券的久期是 4.6， 随着债券到期日的临近，久期在债券持有过程当中不断缩小到0，最终回到它的面值就是$100。但如果是不会到期的债券 ETF， 它的久期是基本不变的。因此，这些不会到期的债券 ETF 需要不断的去做组合的再平衡，让它的久期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些不会到期的 ETF 的管理费会高一点。因此，对于不会到期的债券 ETF， 利率波动风险就必须要考虑好才能投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TLT，
它实际上是一个久期大约在16到17左右的永不到期的 ETF。长期美债收益率如果变动1%，它的价格大概反向波动16%到17%。这里有2张图，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债券产品的运作机制。右下角是2022年6月底，也就是美联储加息第一季后的利率曲线。左上角是今年9月底美联储开启降息之前的利率曲线。通过这2张图，我们可以观察到几点。第一，从这2根线的对比，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联储的加息对短期利息影响是最直接的。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短期利息只有1%不到，现在是4.75%的水平，但是对中长期美债利率影响就要小很多。22年的时候，10年期及以上利率水平大概在3%左右，当前只是接近到了4.5%这样一个水平，远小于短期债券利率的变动。第二，这2条利率曲线上显示了现在 iShares 发行的各种不同久期的债券 ETF 产品。这些产品实际上分了2大类，一种是会到期的，一种是不会到期的。不会到期的 ETF 就必须要考虑久期的风险，比如之前说的 TLT。如果会到期的债券 ETF，只要持有到到期，就不需要考虑久期风险。对比这2张图，看到 IB 开头的持有到到期的债券 ETF 在曲线上不断的左移，也就意味着它的久期随着临近到期日在不断的缩短。比如 IBT 原来久期在 6.8 左右，现在已经小于5，因为 IBT 就是一个会像单一国债一样在一定时间内到期的国债组合。运作机制讲清楚了，接下去我们聊一下各种投资美债方式的含义和风险。大家打开各种主流交易平台的美债交易列表，往往可能搞不清楚这些美债的含义。我们分别解释一下。短中长期分别对应的是 Bill、Note 和 Bond，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TIPS 是抗通胀债券， STRIPS 是本息分离型， FRN 是每季度要根据基准利率调整一次的利率可变动美债。投资这些美债推荐的方式都是直接持有到到期，这样可以规避掉久期风险，持有的风险是很低的，除非美国政府违约，但风险还是有，尤其是打算长期持有到到期的美债，它面临的是汇率波动风险，所以如果打算长期持有美债的话，那可能需要做一些汇率风险的对冲。左上角图上灰色线就是2025年2月28日即将到期的一个中长期国债的中间价走势。虽然之前债券交易价格由于美联储加息是下跌的，但是随着到期日临近，最终价格一定会回到票面$100的价格，也就是久期会缩减到0。因此，我们在当下时间点买入持有到到期国债，所享受的收益就是债券价格最终回到票面价格的变动收益和债息的收益，而且不需要过多考虑债券本身的票面利息高低和长短期，只需要先想好到期时间、到期预估收益率，大多数平台都会帮我们估算好。第二类是会到期的债券 ETF， 它相对直接持有单一债券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的流动性更好，因为它是一个组合，所以债息可能低于能买到的相同到期日的单一国债，但当我们需要临时调整资产组合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变现。第三种是不会到期的债券 ETF， 比如说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 TLT， 它对应的是20年期以上的债券组合。第四类是杠杆 ETF， 比如 TMF 是3倍的 TLT， 这类 ETF 一方面面临的久期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还有波动造成的磨损，所以一般不建议去碰。最后一类是美债期货，如果美债利率发生大幅波动，那么可以直接用美债期货短期投机，但风险很高，普通投资者也不建议参与。所以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风险最低也是比较推荐的方式是直接持有美债到期。那么问题来了，美债有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买，到哪里去找？美债品种最全，交易佣金比较低，而且换汇成本也比较有优势的平台应该是盈透证券。首先声明，这期视频和盈透没有任何利益往来，仅是从交易成本和品种丰富度的角度来推荐。富途、嘉信这些平台上也可以进行美债交易，但要么品种没有盈透权，要么手续费偏高。如果有了盈透证券的账户，就可以登录进去，点研究下拉框，点到债券扫描仪，先选择美国国债，然后设置债券到期的日期范围，比如说25年全年，最差收益率和票面利息根据个人需要设置，然后点查看结果去搜索所有的美国国债，券商会自动默认把预期的收益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选择需要的债券，点击进去，后面就跟买卖股票一样了。所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第一档的买卖价格是不一样的，买价收益率高于卖价收益率，但不一定能够以这个价格成交。平台上显示的预期收益率是买价和卖价收益率的中间价。另外，交易过程当中还会扣除佣金、交易平台使用费、托管费等成本，大约0.2%多一点。所以我们看到预估收益率在4.6%左右的债券，最终到手的收益率大约可以锁定在4.4%不到一点。考虑到未来3到9个月美联储大概率缓慢降息25到75个 BP， 这个利息收入大概率是高于货币基金的。最后总结一下本期视频，我们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如果考虑用美债去降低我们资产组合的波动风险，建议投资持有到到期的美债产品，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一部分的资金享受3到9个月安心的投资收益。如果短期有突发风险事件导致避险情绪出现，成熟交易者可以短期使用 TLT 或者美债期货进行投机，但不建议长期持有。各位交易员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点赞关注我，下期更精彩。